此时，沐尘的呼吸急促，周围的空间仿佛因他紊乱的气息而变得扭曲，他面色逐渐苍白，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双手紧握，青筋暴露，仿佛在与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搏斗。由于灵境万魂身的原始本源还未被彻底的吞噬炼化，此刻自己的神元之气又受到影响后，这股本源力量在他体内翻涌，犹如一只脱缰的野兽，肆意冲撞着沐尘的经脉和丹田。突然，神元之气波动，这股未被炼化的原始本源如觉醒的巨龙，带着磅礴之势向沐尘笼罩袭来，仿佛要将他吞噬。这股精纯的原始本源，即便是现在的沐尘也感到一丝无力，因为实在太强大了。突然间，沐尘喉头一甜，一口鲜血不受控制的喷出，洒落在他的衣襟上。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恐，意识到再这样下去，自己必将重伤。就在此刻，他的眉心忽然亮起一道光芒，那是法心之眼。他在这危难之际，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似乎在指引着沐尘。法心之眼如同深渊中的一缕曙光，爆发出的能量让整个天地为之动容。这股力量原始而精纯，仿佛凝聚了大宙的初始之力。它以一种无法形容的威势，直接将沐尘包裹在这磅礴的力量凝聚下，竟是化作了一颗实质性的巨大玄妙金色眼瞳。而金色眼瞳之中，沐尘的身影站在其中。此刻的他感觉自己就是站在一片只有他能感知的金色世界。金色眼瞳微微睁开，仿佛是传说中封尘很久的力量在觉醒。他的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都牵动着天地间的每一丝力量，空气仿佛凝固，万物似乎都在这股力量面前低下了头，在金色眼瞳的注视下变得柔软无比，任由沐尘操控。而刚刚那暴动的灵境万魂身的本源也同样受到了来自金色眼瞳的强大威压，立马变得安静下来，似乎一见到这一颗金色眼瞳，就算是原始法身都得乖乖的不敢动弹，生怕一动之下就会感受到一股令原始法身都恐惧无比的绝对压迫。下一刻，金色眼瞳中迸射出一道天地之光，冲天而起，在天际上爆开，传荡出了空间的涟漪波动，使得整个空间都在这一刻发生了变革。随着这里空间发生了变革之后，刚刚那座灵境万魂深境视野融入到了这片空间中，消失不见。待的片刻之后，在这空间中竟是出现了无数道金色光线，如同涌动的潮流，向着那颗金色眼瞳之中汇聚。这些光线并非简单的视觉奇观，在这之中，它们是原始法身本源的精华，这些可都是大咒孕育出的初始本源。在金色眼瞳的吞噬下，这些光线又化作了一股古能量，融入到了沐尘的体内，强化提升着他的实力修为，使其变得更加强大。沐尘刚刚紊乱的神元之气也变得无比的稳定又规律，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在体内流转，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坚定与惊异之色。金色眼瞳迸发出的天地之光，竟然一下子将他紊乱的气息以及暴动的灵境万魂身都稳定了下来。而且刚刚那道天地之光的力量更是让沐尘无比的震惊，竟然能够融入天地，将天地间的万物能量都化为一股股能量，最后通过金色眼瞳的吞噬，化为一道道磅礴精纯的神元之气进入沐尘的体内，被不断的吸收。沐尘不知道法心之眼此刻这股力量代表着什么，但他知道这仿佛是法心之眼正在指引着他前进的道路。在这一刻，沐尘也渐渐的明白法心之眼的一丝力量，他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关照者，同时也能够将天地万物的能量化为可以提升自己修为的驾驭者。所以只要参透法心之眼的所有力量，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法心之眼中显得格外的渺小。平定了刚刚的危机之后，巨大的玄妙金色眼瞳并没有消失，继续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天地中所有的能量以一种极快的速度进入沐尘的体内，在这一刻，沐尘的气息都开始彻底的暴涨，如同一股狂风卷袭着周围的一切。他的身体在不断的变化，每一寸肌肤，每一滴血液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是要即将突破自身实力极限的征兆。看来这一次炼化灵境万魂身的本源，无意间再次激发了法心之眼，而且还将法心之眼的其他强大技能都给展现了出来，这倒是让沐尘在日后的战斗中成为了强大的底牌。萧炎兄和林动兄的实力天赋都是极其的强大，都不在我之下，所以我也要借着这一次的法心之眼，让自己变得更强，紧跟你们的脚步。沐尘仿佛已经看到曾经他们三兄弟在大千世界、小千世界以及千元界等一起生死对抗敌人的一幕幕精彩画面。我也希望几年后的万界圣子争夺战中，我们三兄弟可以一同成为万界圣子，届时就能够获得大道机缘路，一同领悟道法，看看谁先能够踏入半道神的领域。周围的丹海也在沐尘的强大气息下翻滚，如同一只巨兽在咆哮。丹海中的丹香之气以及灵境万魂身的本源不断的向沐尘体内涌去，仿佛这一切都是法心之眼的引导。沐尘的身体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强大，他的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已经超越了刚刚片刻前的自己。如果再这样下去，沐尘必定会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在灵动和沐尘二人修炼的同时，萧炎与吴雪也在这几天的相处幸福中依依不舍的暂时分开，因为萧炎也要修炼提升实力，为几年后的万界圣子争夺战做好十足的准备。此时萧炎的身影悄然地出现在了一处神秘空间，这里便是时间要快外界10倍的焚诀空间。小家伙，最近恋爱让你春光明媚了许多哦，真是幸福哦，终于舍得来修炼了。
粉老的声音无处不在地传入萧炎的耳朵中，而后一道淡金色衣袍的身影浮现而出，微笑地看着萧炎。此刻有些尴尬的脸颊，粉老、萧炎也只能嘀咕了几声，因为最近确实和吴雪发生了那件事情后，他们的感情都有所更加紧密亲密了起来。况且吴雪的美貌可以让无数神娇都会心动腰软，萧炎可是一个正常男人，说不心动那一定是假的。所以与吴雪认识以来到现在，两人之间的摩擦也是不少，久而久之，日久生情，那都是正常不过了。而且最近萧炎虽然与吴雪在一起之后每天都很幸福，但是他又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仿佛是遗忘了什么，具体的也想不起来。哈哈，年轻人就是好，特别是你这种能文能武之人，还可以深入交流，不错不错。萧炎也是翻了翻白眼，什么时候粉老都有些那么不正经起来了？这倒是让萧炎想起了曾经在斗气大陆药老的感觉。想到这里，萧炎心中倒是想起了万兽神界，心中自言自语的喃喃道，也不知道药老他现在在万兽神界怎么样了，还有薰儿彩铃他们是否突破到了神奇境，一旦成神，他们的实力也是正式迈入了神之领域。等万界圣子争夺战之后，是时候回去看一看自己的两位妻子和药老他们了。不过萧炎则是无奈的一笑，到时候吴雪的事情肯定要与薰儿和彩铃说，想起来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了，但是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哈哈哈，好了，不逗你了，几年后就是万界圣子争夺战了，你可一定要夺得大道机缘路，领悟自己的道法，这样你才能够彻底的超脱天位神。如果这一次的机会没有把握住，那么你日后就会很难领悟大咒道义，届时有可能会止步于天位神领域，无法再有进境。粉老的话萧炎也听得非常的明白，看来如今的大咒中大道主神少是有原因的，因为想要突破天位之故，不仅需要磅礴的神之资源，更需要一些来自大咒道义的契机机缘。当然如果错过了这个可以领悟道义的机缘，那么下一次什么时候出现谁也不知道。粉老放心吧，大道机缘路我势在必得。萧炎非常的有自信，不过他有他的自信资本，如今他自己的是实力5重天位神巅峰，此前在无量神界中获得的彩色天元池，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将其全部吸收，那么必定能够突破到6重天位神。但是6重天位神的实力在万界圣子争夺战中，6重天位神的实力根本还不够看，如果放在以前，6重天位神的实力已经是能够堪比无量神界的5大山之主，如今这样的一道强大力量却在万界圣子争夺战中变得处于劣势，这也就说明了诸神万界中的超级神奇已经强到一个恐怖的层次了。但萧炎并不担心，因为让自己变强的神之资源可不仅仅只有彩色天元池，还有诛心本源，它乃是9道神火中排名第2位，不管是浓郁精纯的本源还是神火神技，都是强大到无法想象的地步。所以萧炎要是将诛心本源一同炼化吸收，那么自身的实力不仅有了大幅的突破，更是有着多了一道强大的神火神技。除此之外，还有准绝世神技圣龙吟的最后一种神魂天级的最后一招神魂破天级。不过想要修炼这最后的一招，自身的神魂必须达到神魂巅峰才能修炼，如果没有达到神魂巅峰的话，如果修炼了就会被其中的灵魂神技力量所反噬自身的神魂，轻则神魂再也不能有提升的空间，重则性命不保。如果将神魂破天级彻底的修炼大成，将会拥有神魂天级的全部力量，对敌时对方的神魂力量能瞬间被重创，只要不是大道神魂，大道神魂之下所有的神魂力量在神魂破天级面前皆可破。如果随着自身的神魂力量越强，那么施展出来的效果也是同样加倍的，是一招针对神魂的无敌招式。但是如今萧炎的神魂只有6种神魂，所以想要达到神魂巅峰，还需要对神魂力量进行修炼，而且还有纵横诀，这是萧炎在神灵城拍到的一道神技，而且品阶未知。这纵横诀之所以未知等级，是因为有上下2卷，它缺少了纵也就是下卷的修炼之法。萧炎这里所拍的是横是上卷部分的修炼之法，这纵横诀乃以天地之道，分为纵与横，横功于技，以求其力，是为百；纵功于势，以求其实，是为合。百合者，天地之道。而最重要的是，纵横诀不挑武器，它可以是任何武器都能够达到最极致化的攻势力量。融合完整的纵横诀，将爆发出极其恐怖强大的天地纵横之力，神贯八方，神形俱灭，横功于技，纵功于势，合纵连横，便可神贯八方，神形俱灭。所以如果将这道全能神技习得，那么也同样会成为萧炎的强大底牌之一。那么我就先练一练这纵横诀，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全能。说着，萧炎便是将纵横诀的神技化为一道光团，出现在自己的眼前。一旁的粉老见到萧炎将纵横诀拿了出来，感受到光团上散发出非常之可怕的气息，而且这些气息能够融入世界所有的武器之中，将本身的武器攻击力释放到最极致的效果。小家伙，你目前的持法神技好像已经跟不上你的实力了，这道纵横诀倒非常大适合小家伙目前的持法神技，不过你目前还是练不了它。萧炎闻言也是一脸疑惑，为何练不了？你知道这本纵横诀的来历吗？
冯老那一双金眸宛如无尽的深邃星空，仿佛大周所有的信息都隐藏不了他的那一双金眸之下来历。对于纵横诀的来历，萧炎自然是不太清楚，也不太了解。自从他在神灵城那里拍到了此未知神迹后，就没有对这道神迹做深入的研究，只是如今为了几年后的万界圣子争夺战做好一切的准备，才将自身所有获得的强大之物都拿出来练习一下，这样也能够在那时面对那些强大的神交时多一分战胜的把握。